它可能是我購買過的性價比最高的音箱了。本期就来分享一下漫步者 R1700BT 加的使用體驗，希望对正在選購音箱的你有所幫助。上一次我所購買的音箱也是漫步者的，沒有記錯的話已經使用了5年左右了。這一次趁着活動獎勵一下自己，升級成了這一款 R1700BT 加桌面多媒體音箱。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外觀設計吧。125×254×224毫米的規格，屬於一個不大不小但是剛剛好的尺寸，放在電腦桌、電視櫃都不會顯得臃腫。箱體採用了 MDF 彩版的胡桃木設計，可能就是因為比較厚實的緣故吧，讓它在我眼中有一種復古的高級感。放在客廳的電視櫃上面也完全襯得起這個場面，可以看得出它的面板是有一點小仰角的設計的，感覺就是為了讓聲音可以更直接的朝着耳朵傳播吧，或者是減少一些聲音和桌面的反射，比平整的舊設計多了一些新鮮感，我個人是挺喜歡的了。音箱前面的網罩是可以拆下来的，右邊音箱正靠着靠右的位置，還有指示燈和紅外接口。如果你是拆下網罩使用的話，會看得更加清楚。接上網罩之後就比較難看清，我感覺指示燈還是能有更好的設計優化的，可能可以使得它更加高級，而且一眼就可以看清楚音箱目前的模式等狀態。側邊操作面板的設計我就比較喜歡了，高音、低音、音量3個都是金屬的旋钮，扭動的時候可以感覺到那一股阻尼感，非常的舒服，沒有廉價的感覺。音量按鈕可以無限的旋钮，也可以按下來切換開機和其他模式。相比起軟件的調整，我更喜歡高音和低音旋钮這樣子的物理調整。我倒是聽不出軟硬件的調整有什麼細節的區別，只是單純的喜歡這樣子的操作帶來的感覺和偏高級感的設計。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朋友，有的話不妨彈幕或者評論區集合一下吧。音箱背後給了2組模擬輸入，支持藍牙 5.3 和 AUX 音頻線連接模式。藍牙模式支持 LDAC 解碼，這也是我選擇它的一大理由。對於追求藍牙音箱的音樂聽感的朋友來說， SBC 和 LDAC 的聽感區別可謂是太明顯了，後者的提升實在是太高了。在我使用藍牙模式的時候，連接也非常的穩，沒有發生過斷連的情況。遙控器有12個按鈕，提供了幾乎所有功能的調整。當然了，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用手機控制的話，也可以連接 APP 之後再做一些調整，或者使用手機的紅外進行控制。很多朋友會在無線連接和有線連接中捉摸不定，我測試了一下，雖然有線連接是無損的，但是兩者測試下來，我個人感覺不出來有什麼明顯的差別。LDAC 模式下的延遲和 FPS 遊戲中的感知也能夠接受，不會出現明顯生化、嚴重脫節不能玩的感覺。對於敏感的玩家來說的話，應該也不會選擇無線連接的各種設備。有線和無線我都測試了一下底噪，物理旋钮的音量拉到最大也沒有任何的嘶嘶的聲音。官方標稱總功率可以達到66瓦，實測就音量而言，我拉到一半就已經足夠大聲了，再調大的話可能就要被鄰居提醒了。前置的面板接上去之後，能夠有效地抑制住大音量時箱體產生的共振。高音單元採用的是1英寸的絲絹膜球頂，觸感柔軟。中低音單元是4英寸的 Nomex 複合材料振膜。剛好最近看了《挽救計劃》，裡面有一段女主演唱的 Sign of the Times， 那我們這一次就使用這首歌來看看漫步者 R1700BT 加的音質表現如何。整首歌聽下來，我喜歡它的人聲表現。這一首歌的人聲本來就比較的靠前，它中頻中的厚度感剛好在一個比較舒適的一個位置，齒音和氣音都沒有放大，也不悶。我不知道這樣子說大家能不能夠感受得到，大家可以去聽一聽这首歌，它在副歌推進的時候，你仔細的去聽，可以感覺到人聲跟樂器聲是有距離感的。推進的時候，人聲依舊能夠在偏前的感覺，沒有被背景聲壓過。低頻表現完美的把鼓點的氛圍感支撐了起來。雖然感覺鼓點下潛的時候特別深，但是不會有散開的感覺。尤其是在歌曲尾聲的時候的鼓點感受特別有層次感，高音和低音的銜接也非常的舒服，人聲和弦樂在高頻的時候沒有刺耳的感覺。可能是因為此前我購買的這一類音箱不夠好，導致經常會有一些高音往上飄，但是低頻就一直往下轟的那種不適的感覺。我語言組織能力不是很好，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親臨現場去聽一聽它的表現。簡單說就是我很滿意它的表現，整首歌下來我聽了許多次，它的空間感、情緒表達都一次次的平緩的鋪開，讓我沉迷。好了，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對大家的選購有所幫助。
可以的話幫忙來一個一鍵3連，轉發關注，感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們下期再見吧。